晚上有事吗？我干嘛突然出现，吓我一跳。有事吗？晚上？上网找房子啊，为搬家做准备。跟我出去一趟。我衣服还没晾完呢。比晾衣服重要。一个小朋友受伤了，不肯去医院，我需要医生。哈，有事儿的时候就需要我了。救死扶伤不是医生的天职吗？走吧。那个小朋友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那如果我会尽力的。小军，梁负责。哎呀，看看伤到哪儿了？啊？现在只要丑了，刚刚让你洗脸也不洗，你非说等你来。来，这是撞的吧？我叫医生阿姨给你处理一下，好不好？嗯。什么医生阿姨，叫姐姐就好啦。赏个脸吧，小帅哥。来，我看看。光太暗了，有手电筒吗？哦，有，阿泽，那边桌子上。放心吧，阿泽，我知道你已经不行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啊？你行，我就行。哎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。你输了，我输了。既生瑜，何生亮？来，明天继续啊！行啊，随时奉陪，随时奉陪。别动！二位，我新买的相机，让我试一下。滚！3、2、1，走！阿泽，来，把眼睛闭上，别动，会有一点点疼，坚持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坚持一下，忍着点啊！小军真勇敢。好，伤口会留疤吗？应该不会有事的。留疤也不怕，是不是？我们是男子汉。阿泽，你们先坐会儿啊，我出去一下。你去哪儿了？看着孩子啊！啊，梁木泽，你别走！我不走，我看看珍姐去哪儿。你保证？我保证，放心吧啊！陪阿姨玩去。是姐姐。什么阿姨呀？你跟梁梦泽什么关系？确切来说，我们俩应该算是今天才真正认识的。你们呢？我们认识很多年了。他是我爸爸。干嘛去你？我没事，你先回去吧，你朋友还在呢，我等一下就回来啊。你这哪是没事啊？怎么了？小军今天在班上被同学欺负了，
他一着急就用头撞门，后来就昏倒了。小军他爸虽然不在了，但他从小到大一直很听我的话，我都不舍得打他一下。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，凭什么被他们欺负呢？他们不给我说法，我自己去讨。阿泽，你真的不要拦我。不是我拦着你啊，小军，你能一直帮他出面多久啊？而且就凭这么一个手电，能干嘛呀？别乱动，手上会有细菌的，你得让它好好养着。你的唇色怎么有点发紫啊？我一直都这样。那你平时会觉得头晕、胸闷什么的吗？不会。不会。那个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包扎的也没有那么丑吧？疼不疼？小娟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以后再有人欺负你，我错了，我会马上躲开。你没错，不能躲开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立刻反抗，知道吗？你不能欺负别人，但是也不能让别人欺负你，知道吗？辛苦你开导孟真姐一晚上。没事儿。小军，真的是你儿子？对啊。你俩的性格可真不像。你什么意思？他很在意你，我知道。你说的话他都会相信，会照着去做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真的认为你教他的那些格斗招式，会让他打遍天下无敌手吗？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那你还教他打架？我教他的是反抗。被人欺负的时候，出拳不一定会赢，但是出拳至少可以保证你不再成为被人霸凌的对象。难道就没有更稳妥的方式了吗？非得以暴制暴？这个世界，总要靠他自己去面对吧。谢谢你送我来医院，赶紧回去补个觉吧。我基本上不太需要睡眠。是睡眠不需要你吧？这有什么医学解释吗？医学解释我不知道，但是作为女人的直觉，每一个失眠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千疮百孔的小灵魂。被我说中了吧，梁队长？不要自作聪明，夏医生。再见。早。太阳圈这么重，昨晚跑哪儿嗨去了？业务学习。快换衣服啊，张老师马上就要来了。喂，蓝小姐。小草，你住的怎么样啊？我准备搬家了。
为什么？哎，我还想着打住，什么都别想。他有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儿子？什么儿子？我不知道呀。不知道您在这儿给我瞎唧唧，把你女儿往火坑里推。您是我亲妈妈。行了，这件事情不怪你。我要工作了，回头再聊。爱你，么么哒，蓝小姐，拜拜。哎，丫头，什么儿子？潇潇，你有多余的鞋子吗？你没在这留一双吗？我忘了。那就没办法了。死就死吧。病人1周前进行了 CAB 技术，从昨日到现在，入液体量为2000毫升，药量2100毫升，输入量平衡，引流管昨日拔出。情况还不错。感冒了？不是，我就是对这一位医生的香水有点过敏。对不起啊。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情况挺好的，好好休养。干嘛？这就算是你昨天给小军看病的报酬了。你非要把账算得这么清楚吗？对啊。行行行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手镯、戒指、胸针、耳环，这些妨碍查体、影响病人康复的，统统扔掉。记住了，医生不分男女，只有好坏。夏初上班还没穿军装呢，为什么只说我？小初，到。你怎么那么臭美啊？上班时间为什么不穿军装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看。我是一位专业的军医，怎么可能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？很好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特别是你。对了，和我们一起从伊萨亚转机回来的那个年轻士官怎么样了？昨天已经转出 ICU， 根据上级的指示，已经给他安排了单独的病房。好，先去看看他吧。是。哎呦，杨队长来看病人呐？本来是送东西的，然后顺便看看田勇。啊，怎么样？感觉还好吧？夏初。啊，到。做一下病情陈述。病人田勇，年龄32岁，因为左胸腔室中弹，在伊萨亚联合医疗队接受了开胸手术，子弹已被取出，术后2天从伊萨亚转送至本院 ICU， 经过药物治疗之后情况良好。目前病人血压120/80，心率平稳，胸腔和心包引流管通畅，引流量24小时引流100毫升。那下一步该做什么？复查心脏彩超、胸部 CT、血常规凝血全套，看胸腔和心包引流管引流量是否减少。
颜色是否渐转清亮，考虑是否在近期予以拔管。应该说，恢复得很不错。先生，这田勇不能有什么后遗症吧？你现在有什么后遗症吗？哎，夏初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他就是在伊萨亚我跟你提过的那个伤的比田勇还要重的军官。现在都2毛1了吧？嗯。首长，久仰大名。我俩认识。你俩认识啊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？其实也不太算认识，就是之前在伊萨亚被挟持的时候打过照面而已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解救人质的是你对吧？那你俩认识，怎么还这么客气呢？不知道啊，回来还见过好几次呢。有什么渊源吗？没有。啊，他说没有就没有。好，那行了。田副队长病情有什么问题，以后啊，你就找夏医生吧。没问题。好了，下一个病房。梁木泽，你刚才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会给我招惹很多的麻烦？我都说了实话了。你傻白甜啊！不知道怎么面对流言，那是你的问题。梁木泽，现在不叫首长了是吗？夏医生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觉得这种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鸡贼人生观适合你的话，那你就继续发扬下去，我管不着。但是我跟你说过，我喜欢简单直接，认识你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，我也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撒谎。所以如果你愿意演，那你继续演，我没有义务配合你。不对呀。不对什么？你不是特种兵吗？怎么了？特种兵的人设难道不应该是高冷炫酷、不善言辞的硬汉吗？怎么到你这儿人设就垮了呢？像你这么多话，万一要是接一个几天几夜埋伏主角的任务，不让说话，不能动弹，那岂不能逼死你？搬家的时候，把所有东西都给我带走。梁队啊，过来吃饭呢。好了。说我傻白甜，我是真接受不了。他是不是疯了？开玩笑吗？我哪像傻白甜？说一个军官傻白甜，田勇，你说我梁木泽作为军校最优秀的毕业生啊，你的队长，我从各个方面，身体素质也好，我是军事技能也好，思想觉悟也好，哪方面他不是一等一的？凭什么说傻白甜？我这都不是最生气的啊，最生气的是什么？当着他同事的面非装跟我不认识，认识我怎么了啊？你说认识我怎么了？丢他人了是不是？你老在这吃我问你话呢，你说话呀啊！有，别看了，我问你话呢。回答你了呀？你答什么了？摩斯密码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之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啊，对吧？万一哪一天，保不齐你要是被俘虏了，滚蛋！怎么不是你被俘了？万一嘛，万一也不行。我跟你说，在我这儿就没有被俘虏的选项。太理想主义了，少校。没有理想，你当什么兵？没有理想，你怎么当兵？你当初当兵不是为理想来的？我是为了生存。我孤儿院长大，没爹没妈，
高中毕业也没找着啥好工作，啥理想，找点出路嘛。天佑，我告诉你，这你就不对了。就算你当时是为了生存来到部队，但是一待就这么多年了，多年以后，理想早就超越了生存本身。我告诉你，对吧？你也不用不承认，你不承认也没有用，啊！你看，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啥呀？就这个？对，好好拿着，留个纪念，以后长个记性，啊。谢谢队长，拿着，有心呢。疼就对了，疼就长记性了。忍住，这让我伤口疼。你咽下去。任务为什么会失败？当地警方请的是猎人学校的外援，来的都是各国最顶尖的特种兵。那我要的东西呢？没了，但可以再找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时间不多了，我必须进。当然，就像我眼前这道牛排，只要出得起价钱，谁都有机会享用。钱没有问题。只要我的东西到了手，确定可以匹配了，我会再把尾款打给你。还是眼前这道牛排，5分熟和7分熟时机不同，当然，它的口味也不一样。你到底想说些什么？器官通缉犯是个 A 国人。这件事不仅惊动了以赛亚警方，连国际刑警都在盯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把你要的东西再带出来，你觉得当初那个数还合适吗？耍我！我们在商言商，很好。在商言商，很好。或许中国你比较懂，但是这儿比你更懂。帮助我！要知道，这世间任何事物都离不开金钱，除了金钱本身。金钱关乎梦想，你好像羞辱了我的梦想，所以你好像也没机会了。什么没有机会了？你忘了提斯有今天是靠谁供养了？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大恩成仇。没什么恩义要用一辈子来还的，更何况，就在你和我谈交情的时候，令弟阿鬼跟我谈的是钱，他要你的命，而且给我开出了让我无法拒绝的条件。撒谎！通知老鬼，告诉他事情办妥了，让他尽快过来，商量货源和市场分配的后续事宜。是。
老爷，别人总以为我的全部家底就是替四，他们哪知道我真正的利器是你，卓然。多谢老爷栽培。来，坐下。是。尝尝我的手艺。老爷，味道如何？主任，你有8年没去过中国了吧？8年零27天。收拾收拾，去一趟。能带我母亲一起吗？你又忘了，她得养病。没关系，等你这次回来，我会安排你们多待一阵儿，好吗？好。什么任务？中国东安大学最近研制了一款新型医用镇静剂，我需要它的配方和负责人夏光远。也许你对他的女儿更有印象，夏初。知道了。这是我们已经锁定的一个暗网平台“欲望之城”。近来我市多宗毒品交易案都与这个平台有关。技术组的同志在入侵系统后，通过网上蹲守，对原数据进行搜集和分析，逐渐摸清平台幕后黑手的一些基本情况。对方在网上的 ID 名为“恐怖海盗”，就在刚刚啊。他突然发布祭奠几个T4死难雇佣军的图文。不仅如此啊，他还发起了一个名为“死亡任务”的游戏，以高额的酬金作饵，不定期的发布各种任务卡，诱骗陌生的网友实施自杀式的犯罪。虽然目的尚不明确，但已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上级特命我们成立专案组。由刑侦支队队长饶峰同志牵头，联合缉毒科、经侦科、网络犯罪科等多科力量，全力寻找恐怖海盗的下落。根据目前掌握的情报，恐怖海盗藏匿在我边境某处，很有可能与雇佣军组织T4有联系。如果实施抓捕，警方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没问题。我马上通知雷霆突击队准备，一旦上级的批示下来，立刻配合你们行动。感谢。你说鞋之前是问我借的，对呀，但我没有。我觉得是那两个军官给他送过来的。有事儿吗？我打赌，你穿的鞋子跟军装，是那位梁军官给你送来的吧？当然不是，他在追你。怎么可能？哎，你们好不好？怎么可能？他好像跟张医生很熟的样子。我怎么知道？所以当初你能去伊萨亚参加那个国际医疗项目的培训，是他替你向张医生打的招呼吧？老师，为什么不在办公室写？太热闹了。
听到不少闲话吧？您也听到了？想也能想得出啊。要知道，你是咱们所有住院医当中第一个参加援外医疗科研项目的人，也是所有住院医当中第一个站上手术台的。那些和你同年同资质的，现在还在辛苦的拉钩呢，所以闲话就来了。你要学会承受这些。凭什么？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。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努力再努力，让那些说闲话的人感觉到绝望，他就会彻底闭嘴了。他们会吗？当然会了，我有绝对的把握，因为我也经历过这些。您经常这么练习吗？当然，每天必修课。从当年第一天做缝合，被老主任赶出手术室开始，每天。可是这大白天的，光不够亮吗？为什么还要点蜡烛啊？这不是为了训练的，这是为那些上了手术台却没能下来的患者们点的。为了他们，我提醒自己，一刻也不能松懈。记住下手，生死之外无大事。明白了。米谷，妞儿想我没？想得掏心掏肺。你怎么样啊？住院医生涯是不是充满了血雨腥风？岂止啊！每天都是一出宫斗戏。之前学医，觉得就可以凭本事吃饭，可是直到现在才发现，情商到哪儿都是硬通货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有免费的豪宅可以住，是不是？别提了，房东正逼我搬家呢。米谷，你要是我房东就好了。姐的榻榻米随时分你1/2，行了吧？米谷，你真好。你先慢慢感动着，我去坐车了，拜拜。拜。所有打不死我的，只会让我更强大。雷霆小组检查通讯，到达边境线后，上级命令我们尽量活捉，但只要对方开火，我们绝不手软。明白？明白。来，让我们看看，没准儿啊，会有比这更好的房子呢。本宫不走，本宫就喜欢这儿。只可惜，这满屋子的精致，才刚有点家的样子。哎，不想了，不想了，不想了 ！biu biu， 记忆删除。找房子，找房子，加油！喂，你好，夏医生，我是罗小军的妈妈陈梦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，您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的，这2天小军总是说胸闷，今天下午还在学校昏倒了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上次撞了头留下的后遗症啊？做过检查了吗？白天我带他去社区医院检查，可是设备坏了，暂时拍不了片子。那他现在怎么样啊？现在他睡着了。妈妈，我难受。
养你这只猪有什么用？全息投影，看来有人跟我们玩游戏。鲸鱼。 怎么样？对方来者不善，你们俩小心。我知道，不管是什么案子，不管背后是谁，我都会把真相查清楚的。